轩，我们都知道，川普最近对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动作非常的多。结果我们之前还讲什么 CIA 是不是要进去，要去暗杀？结果现在不太够哦。你看到是什么？现在美国在训练他们的无人机，什么自杀无人机跟暗杀无人机，他们的训练是第22海军陆战队。他们用无人机进去斩首行动吗？对照川普应该是玩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呢突然间对委内瑞拉发表一个重大宣誓，说 There will be 非常大的事情，非常大的发生了，而且 everyone will talk about that， 每个人都会讨论。那你一定是你是要把马杜罗给斩首嘛？不然哪有什么每个人都会讨论？而且呢 ，Levant 啊，白宫的这个优秀的发言人，他也证实这个说法，他说，他对这种旷日费时的战争哦 ，no interest， 没有什么感兴趣。换言之，速战速决。那你要结束一场战争，速战速决最大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是斩首，而且有几个迹象。首先呢，包括他的 HC 哦130J， 也就是战斗之王，以及他一些搜救的直升机，以及他一些物资直升机，突然间呢，大规模的开始在附近的空军基地罗斯福路号是在干嘛？集结。对。而与此同时呢，甚至我们连咆哮者这种电战反干扰机。也就是说呢，要把领空、净空，来协助他们，不管是导弹或者是呢相关的无人机呢进行攻击的，也来到了这附近，而且呢，至少一个中队啊，大概有6台。但同时间更可怕的是什么？来，各位，原本美国在硫磺岛有部署海军陆战队，结果呢，这第22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哦，我再讲的是远征部队哦，开始动作频频。来，这是他们最近释出的影片，他说 "It start with us"。什么意思呢？从我们开始，然后他们怎么个开始法呢？你就看到他开始在用一台无人机，这台无人机呢叫 Nero's Archer， 然后它是 FPS， 也就是第一人称视角呢直接攻击的自杀型无人机。它开始干嘛？开始在训练，而且谁来训练他们呢？是美国第2的海军陆战队师，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个专门叫做攻击无人机小组来教他们这一款无人机。但你知道这款无人机可怕在哪里吗？你看啊，它实况的操作，然后戴着这个我们讲第一人称的视觉眼镜。结果他模拟的是什么？斩首行动啊！他模拟的就是斩首行动，真的要动马杜罗了。对，而且为什么？他就是放3个人形标靶在那边，那你看到你会吓一跳哦。放人形标靶之后呢，他就直接过去炸。那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他开始手把手说，我跟你讲，对螺旋桨怎么装啊？上面这是点滴啊，下面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弄呢？以及它的武器啊、引线啊，你要怎么样去安装？等于说呢，他是把这个教学的过程呢，也完全演绎给你看。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夜黑风高？代表要搞偷袭嘛？你会看到那个插销插去，你知道那个插销是什么吗？那个叫做武器插销。对，就是说你要上膛，你要上武器的时候，你才会用到那个插销，然后马上就模拟说，在夜间的时候它也可以轰炸，对，然后在日间的时候呢，它也可以进行轰炸。所以呢，它等于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立刻。那我问你嘛，什么叫从我们开始？那你也没有给我们展示什么火力，然后你就是跟我讲一台自杀无人机从我们开始。我跟你讲，我帮你加一句话好不好 ？It ends with us。由我们来终结，要开始就终结。我们开始，我们结束。对啊，因为你完成斩首行动，那就不用讨论了。来，各位，我跟你讲，他演练的东西就是这个。我们特别呢用这个 Gemini 来帮各位生成出这个完整的，他到底是接受什么样的训练。首先，他什么叫战略部署，也就是配合刚刚那个影片，你可以仔细看到，他先确认说，第一个我的机体结构是没有问题。对。再来有没有看到第2步骤？他说我要安装螺旋桨，所以你刚才看到画面，他是不是有在那边弄奇奇怪怪的？他就把这个螺旋桨装上去，然后再来负载弹药，然后呢穿插电子引信，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照，把那个插销插进去要开战了。对，然后最后再开机嘛。他说他是不是有个画面直接这样起飞？那你看护目镜我也帮你找到了，在这个画面里面呢，看到他戴一个我们讲很显而易见的护目镜，对不对？各位大有玄机，你不要看它小小的。来，首先呢，这个护目镜它有2个天线，那这个天线啊，它也有这样散热的风扇，它可以干嘛？它等于说，第一个这是标准模式，来，你看，就是标准模式之后，你会看到你自己无人机的镜头跟画面，对吧？底下是一片绿葱葱的，还可以开什么夜视模式，然后还可以开什么，你知道吗？热显像模式。哇塞，有这么多的，对，一般夜视还有热显像，对，所以你看哦，比如说我呢，我夜间出发之后，我可以先切换成我的夜视，对，然后当我锁定到马杜罗的时候，我再按成我们讲热显像，因为他的人就会发热嘛，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进行我们讲狙杀。他甚至连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说它可以抗电站干扰？因为呢，它有是光纤模式，所以呢，在这个光纤模式里面呢，它大概在20公里的范围之内哦，它会牵一条小尾巴。那这个小尾巴呢，等于就是说呢，你在这个期间，不管你怎么样干扰它都没有用，因为呢，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你不可以巴库，就是只进不退，因为巴库的话呢，可能会遭受到破坏。那最后面呢，就我们讲到这个攻击程式，这攻击程式就我们刚才看到它如何发动攻击。对，当它锁敌的时候，它大概200尺的高度的时候呢，它就会进行到锁敌的动作。锁敌之后呢，你直接按 AI，它的 AI 自主辨识，它就有所谓的航门，而且它会加速到最大。
然后最后面呢再把那个我们刚才讲的保险电子引信给拔掉之后呢，最后呢我们讲干嘛就可以进行轰炸。所以他等于说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有一个人吓个半死。你知道这个人叫谁吗？马杜罗。对，为什么要吓个半死？因为他真的被无人机炸过，甚至有这所谓的 PTSD。对，他只要吓我，他真的被无人机炸过。因为他之前2018年的时候，他是在一场场合在纪念我们讲国民警卫队成立80周年的时候在演讲。讲到一半，你看突然间千万别抬头，头抬天空看，然后这防护盾牌的全部都我们讲上阵，所有特警呢围成一团。但马杜罗整个傻眼，想说什么？原来是因为有人用2架无人机，然后呢，因为他是阅兵嘛，所以他前方是不是全部都警卫队？然后呢，他就沿着这个警卫队大道，就你看到这一台对，直直的往马杜罗冲。那后来呢，他总共有2台，那2台都装了 C4 弹药，所以你看这个是无人机当时模拟画面。对，它是沿途如果没有拦截下来的话，他真的把马杜罗杀了。对，就会直接撞到他。那你就撞到他刚才拿这个垃圾盾牌，这完全没有。当然，因为那个是爆炸性伤害啊。所以你知道吗？马杜罗对于这个东西当然有阴影，他知道说美国现在是要玩真的。那为什么他会被锁定？除了说呢，川普对他的毒品战争也很有意见之外，最主要他沾到不该沾的我们讲倒霉鬼。我们讲不要跟倒霉鬼做朋友，他跟中国做朋友。对，他曾经因为中兴最近被踢爆说有10亿美元，这是路透社写的对，10亿美元的这个和解金，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在行贿，所以行贿之后呢被罚款，所以需要向美国支付的10亿美元，他到处行贿各个政府，其中呢就有委内瑞拉。那时候呢，委内瑞拉曾经推过一个叫做祖国卡。什么叫祖国卡呢？就是你爱国，你就要拿这张卡。那实际上这个祖国卡是中兴跟他合作，里面也有所谓的我们讲卫星定位的锁定监控。换言之，你只要拿了这个祖国卡，你不拿呢，你会被办。对，你拿了之后呢，你就会被他追杀。就是这个卡。对，你看马杜罗还亲自出来宣传他很开心啊。对，那知道为什么？你政敌拿了之后，全部都会被狙击。全部都会被暗杀，政敌拿了之后，全部都会出事情，而且他可以掌握所有政敌的行踪，因为这个是中兴做的，这谁敢拿啊？对，这是中兴做的，而且当时他中兴做了之后，对不对？你看他家族里面还从这个中兴因为他有收回扣，还拿了370万美金的这类似回扣，而且中兴呢，到现在已经有2100万了，整个等于是全台湾人的人数都拿到这张卡，那中兴赚了大钱，那马杜罗也赚大钱，问题是呢，变成是他打击政敌的工具。但你想想看，马杜罗另外又有3个侄子，我跟你讲，这个家庭这是乱七八糟，2个是涉及贩毒被美国抓到。所以前一阵子美国为什么呢开始在狙击以及扣押相关委内瑞拉的一个邮轮？因为邮轮的事业呢也是由他家的谁呢？第3个小孩，甚至他第3个小孩就是利用把这个邮轮，你知道又是卖给谁吗？就是卖给中国，又是卖给香港。所以当时被扣的那个邮轮真的是从中国来的。对，因为本来委内瑞拉的我们讲石油早就已经被扣押，对，你很难想象我们当会去查委内瑞拉的产油量甚至胜过中东很多国家，对，很可怕的，它的油量很大。但是因为美国早就在上一任、前一任的他们的总统就禁止他们出口了嘛，就没想到他就偷偷卖给谁？卖给中国。那卖给中国之后，中国拿了之后，它变成就是你石油卖给中国，对不对？然后还是廉价低廉的石油，然后呢，你的这些科技你也跟呢我们讲中国去买，所以他们说我后来发现美国开始在封锁之后，所有港口10几辆的这个船全部都停在那边都不会动。那委内瑞拉就说，因为美国开始盯所以很多工人跟开始矿工开始去请假。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家庭，我们讲被狙击也是有道理。这是他的太太叫西利亚，这个西利亚更了不起，好不好？把所有家人都塞到议会里面去，然后呢，自己儿子呢要干嘛就干嘛，甚至是呢还把标案呢也给自己的侄子，就是他姐姐的小孩。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贪污腐败已经快要把委内瑞拉给搞垮。所以对于委内瑞拉来讲，这个家族如果不除这个毒瘤，一天就卡在那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